俄军2大训练基地突发火灾，罗斯托夫铁路枢纽遭7次爆炸，俄罗斯机场遭黑客攻击陷入瘫痪，7000台伺服器受损，苏梅一带成功收复，俄军弹药运输车遭摧毁，乌克兰首次从亚塞拜然进口天然气，太检两国冲突再起，美国计划从欧洲撤军1/3，特朗普向俄罗斯发最后通牒12天。俄乌战争第1252天，乌克兰在赫尔松、库尔斯克等地取得多项胜利。奥地利放弃中立立场，匈牙利反对派全力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宣布新制裁，针对俄中伊个人与实体。川普放狠话，或再次对伊朗实施空袭。俄罗斯隐瞒士兵阵亡真相，归类为逃兵或失踪。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近期成为乌克兰新的打击重点，突发事件接连不断。7月28日，俄军2大训练基地相继发生大火。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首先在罗斯托夫的博罗季诺夫斯基训练场发生大火，着火点位于俄罗斯第45767部队的驻区内。现场视频显示，俄军的弹药库发生爆炸，火势迅速蔓延，整个训练基地被大火吞噬，火焰还向周围山区扩散，场面极为震撼。俄方称是森林大火，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紧接着，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的克斯托沃地区，第210军事训练中心也发生了火灾，远处浓烟滚滚，迅速弥漫到城市上空，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紧张氛围。除此之外，罗斯托夫作为俄罗斯的重要工业中心，最近也频繁遭遇袭击。在博罗季诺夫斯基训练基地发生火灾后，位于萨尔斯克的铁路枢纽也发生了剧烈爆炸声。当地媒体报道称，油罐车起火并爆炸，事件发生在凌晨2点10分。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发起了新一轮远程打击。过去1周，乌克兰空袭了罗斯托夫多地的铁路系统，显著影响了俄罗斯后勤运输。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也对俄占顿涅茨克的马基耶夫卡地区发起了袭击。俄罗斯的一处军事设施遭到袭击，爆炸起火，战损情况正在统计中。这一系列攻击显示出乌克兰在情报收集上的成功，这得益于西方国家提供的卫星支持。欧盟即将推出新的卫星通信系统艾瑞斯2号，乌克兰、英国和挪威将加入其中。这一系统有望成为星链的替代方案，为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持。上个月，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与美国 FBI 共同发了一份严重警告，说几个月前加拿大几家电信公司被害，与之前那个超有名的盐台风事件类似。当时有9家美国电信被入侵，数百万用户资料被盗走。所以专家们提醒大家做好个资安全，重点之一就是不安全的 VPN 千万不要用。建议大家选择有良好口碑、严格无日制政策，而且有第三方独立审核过的 VPN。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 Surfshark VPN 就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而且 Surfshark 还通过了4大审计公司之一德勤 Deloitte 的审查，证明它确实做到了承诺的无日制政策。如果大家在咖啡店、机场使用公共 Wi-Fi， 打开具有军事级加密技术的 Surfshark， 它就能帮我们隐藏 IP 加密数据，并在电邮或账号密码泄露时立即发出警报。还有啊， Surfshark 速度快，不限装置数量， CP 值超高。现在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专属连接 surfshark.com/warroom 或用优惠码 warroom 购买，还可获得额外4个月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快去试试吧。
莫斯科机场再次大规模关闭，数百架航班受影响，而这次背后是黑客组织的袭击。根据 Nexta 新闻的报道，7月29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机场遭遇黑客入侵，导致机场设施陷入瘫痪，大量航班被迫延误或取消。主要受影响的机场包括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弗鲁科沃以及克拉斯诺达尔机场，现场大量乘客滞留，造成严重混乱。俄罗斯媒体随后报道指出，俄方已经遭遇长达1年的网络攻击，这似乎是对近期机场频繁关闭的解释。据俄媒透露，航空公司所有 IT 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超过7000台伺服器被摧毁，损失金额高达数千万美元。令人关注的是，白俄罗斯黑客组织 Silent Crow 称对此次攻击负责，但莫斯科方面则将矛头指向了基辅的黑客。此外，除了黑客攻击，乌克兰无人机的空袭也被认为是导致俄罗斯机场关闭的重要原因。2025年，俄罗斯机场关闭的频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在7月19日至22日之间，由于无人机威胁，全俄取消了超过500个航班，影响了超过 7.5 万名旅客。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核心城市受影响尤为严重。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开始呈现饱和式模式。与此同时，乌克兰在防空战中击落了数百架俄军无人机，这意味着俄罗斯可能将重新开启针对乌克兰城市的猛烈轰炸。基辅的基础设施再次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着乌克兰陆续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能力出现了显著突破。除去爱国者系统，德国的 IRIS-T 防空系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凯耶夫近日证实， IRIS-T 系统已经多次成功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这是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确认。之前 IRIS-T 被认为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其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此前一直备受争议。苏梅地区的战况持续升级，乌克兰的反击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在孔德拉蒂夫卡一带，乌军最近成功升起了国旗，标志着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据诺尔报告透露，7月28日左右，乌军在孔德拉蒂夫卡设置了一个前线包围圈，成功诱使俄军进入，并随后展开激烈交战。俄军一个连队遭受重创，超过90名士兵被击毙，另有10人受伤，总伤亡人数超过100人。紧接着，乌克兰部队在孔德拉蒂夫卡升起了国旗，进一步宣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俄方尚未对这一局面做出正式回应，相关战场信息仍在进一步核实。然而，乌克兰最近在苏梅地区的多轮反击中，已经成功收复了一些定居点，迫使俄军撤退，尽管俄方似乎仍在准备反扑。例如，乌克兰第255特种作战团记录下了俄军试图从库尔斯克进攻苏梅的场面，但这一进攻很快被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击退。视频显示，俄军的突击队在试图推进至苏梅东北部时，遭遇乌军的精准空中打击。同时，乌克兰还在霍洛夫卡一带对俄军的后勤运输装备发起了突袭，该地距离前线约18至20公里。当时俄军正在使用布汉卡运输车运输大口径炮弹，但很快遭遇伏击。视频显示，俄军车队在被击中后，车上的弹药引发了剧烈爆炸，周围一片废墟。乌克兰近期加强了对俄军后勤系统的打击，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乌克兰无人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乌克兰军方使用的无人机中，约 95% 为本国自主设计生产。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报告，自2025年起，乌克兰自制装备在国防采购中的占比已达 71.4%， 相比去年增长了近1倍，显示出西方援助对乌克兰军工的推动作用。整体来看，乌克兰在苏梅地区的战局仍在持续变化，俄乌双方的激战将可能带来更多新的动态。
随着亚塞拜然和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亚塞拜然与乌克兰的联系也在不断加深。最新消息称，乌克兰首次从亚塞拜然进口天然气，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的新篇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7月28日，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通过跨巴尔干半岛走廊成功进口了亚塞拜然的能源。这条管道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最终抵达乌克兰边境的 Trans-Balkan。这是基辅首次进口来自亚塞拜然的天然气，也是乌克兰在中亚地区能源供应上取得的重要突破。与此同时，亚塞拜然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恶化，双方近期互相逮捕对方国民，并采取一系列激烈举措。亚塞拜然宣布取消所有俄罗斯文化活动，并计划在3年内全面废除俄语教学，正式开启去俄化进程。这样的变化使得亚塞拜然与乌克兰的合作更加紧密，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在俄乌战争之外，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也再度升级。泰国军方指责柬埔寨违反停火协议，突然对乌文勒沙他尼府发动炮击，随即泰军进行了反击，双方在崇博地区发生了激烈交火，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然而，经过调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宣布，泰柬双方同意停火。两国政府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停火协议将于7月28日午夜正式生效。据报道，美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对双方施加了影响力，特别是对柬埔寨进行施压，因为该国无法承受长期的战争。然而，仅在签署停火协议后的数小时，泰国就指责柬埔寨违反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国际关注。目前，柬埔寨尚未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尽管如此，预计双方在未来仍将存在小范围摩擦，但大规模战斗的可能性较低。回顾此次泰柬冲突，可以看出历史文化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是双方摩擦的根源，而最终的停火协议也是出于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考量。特朗普近期对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强硬。最新消息显示，美国计划从欧洲撤出多达1/3的驻军，约2万名美军将被调回。Politico 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指出白宫正在考虑进行大规模的驻军撤离。这一计划引发了德国方面的深切担忧。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迅速前往华盛顿，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谈，表达了柏林对美方撤军决定的担忧，并希望白宫能重新考虑此举。特朗普此前早就释放出撤军的信号。2025年上半年，他多次公开表示不希望美国继续承担欧洲防务，这一立场促使欧盟更加团结，强化自己的防御能力。法国已经提出构建核保护伞的想法，英法德波4国也在讨论核武共享问题。因此，欧洲国家早有心理准备，意识到未来可能需要自行打造防御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将成为关键因素。经过3年的战争历练，乌军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防线。欧洲也逐渐意识到，支援乌克兰实际上是支援自己的防御。因此，乌克兰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关乎整个欧洲的安全。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时，特朗普表示，如果俄罗斯在10至12天内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美国将对莫斯科实施最严厉的制裁。特朗普在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对普京的不满，指出普京在电话中总是表态良好，但一转身就开始轰炸乌克兰。随着这一通牒的临近，全球都在关注特朗普在最后期限到来时会采取何种行动。而特朗普的态度转变，尤其是在对欧盟贸易协议的考虑下，也可能对其最终决定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达了强烈不满，愤怒地回应特朗普的最后通牒，称这一举动将导致战争，并威胁对美开战。
2025年7月29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52天。乌克兰游击队近日在赫尔松州的萨布诺沃与西奥列克西耶夫卡之间的关键铁路上实施破坏，炸毁了一个中机柜，切断了通往梅利托波尔的弹药运输线。梅利托波尔是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前线的主要后勤枢纽之一，这一行动将对俄军后勤造成不小打击。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的米格29战机对泰特基诺的粮仓进行了轰炸。该地由于集结大量俄军部队，成为了打击目标。空袭导致俄军重装步兵遭遇重大伤亡。在红军村前线，乌克兰军队成功发动局部反攻，解放了拉金村，位于红军村以东，并向米尔诺赫拉德方向进军。此次行动的成功离不开炮兵与无人机侦察支援下的步兵协同支持。拉金村此前由俄军控制，并被用作后勤支持和监视阵地。收复该村将有助于破坏俄军在该方向的补给线。此外，解放拉金村也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一系列反攻行动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乌军在该地区的进攻步伐正在加快，预备队也已投入其中。在塞夫尔斯克方向，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守军成功击溃了俄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几乎全部俄军官兵阵亡。尽管塞夫尔斯克长期未受关注，但自2022年7月以来，乌军凭借小规模兵力守住了阵地，并有效遏制了俄军的推进。乌克兰守军强大的电子战能力是其中关键因素，这迫使俄罗斯无法接近城市超过4公里，并削弱了其侦察能力。正是这一优势，使得乌军能够提前察觉敌方动向并成功反击。在苏梅前线，过去一周，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复了约16平方公里的领土，现正向奥列克西耶夫卡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消息来源称，乌克兰空军正在持续打击亚布卢尼夫卡。俄乌战争促使本来坚守中立立场的国家纷纷倒向乌克兰及西方阵营。根据最新报道，奥地利正在考虑放弃长期以来的中立政策，转而支持北约。当地时间7月26日，奥地利外长迈耶尔·戴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地利将考虑加入北约，这一决定源于俄乌战争的威胁。戴辛格指出，传统的中立政策已无法保障奥地利的安全，当前局势迫使他们重新评估防务政策。奥地利国内关于加入北约的讨论已经展开，未来的安全和防务策略也在不断升级。对此，俄罗斯政府批评奥地利背离中立立场，然而这一趋势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甚至瑞士这类长期中立国也已经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奥地利的中立政策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盟军撤出奥地利后，该国将永久中立写入宪法。尽管奥地利并非北约成员国，但与北约的合作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在和平伙伴关系框架下，奥地利和北约的合作日益加深。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中立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反对派领导人彼得·马扎尔也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并呼吁匈牙利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做出明确选择。马扎尔此前曾访问基辅，并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他认为匈牙利不应继续维持两面派的立场，而应该坚定支持西方和乌克兰。尽管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一直与俄罗斯保持亲密关系，并在多个政策上与西方意见不合，马扎尔的反对派领导力却不断增强。如果他在未来的选举中击败欧尔班，这将对匈牙利的政策产生深远影响，意味着匈牙利将在俄乌战争中做出更加明确的选择。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欧洲将更加团结，面对俄乌战争的挑战时，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将更加高效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宣布，乌克兰已批准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的新一轮制裁决策，针对超过90家与俄罗斯军事生产有关的公司进行制裁。这些公司主要涉及稀土和关键金属的开采，这些资源对电子设备、
制导系统、发动机及无人机等武器的生产至关重要。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欧盟的18轮制裁措施已在乌克兰境内全面生效，特别是第18轮制裁对与俄罗斯影子邮轮船队相关的机构施加了限制。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我们已同步执行所有18轮欧盟对俄制裁，尤其是在涉及影子邮轮的方面。他还强调，制裁不仅针对俄罗斯，还涉及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个人和实体。泽连斯基进一步解释称，制裁的目标是通过最大程度的施加压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指出，俄罗斯正在逐渐感受到制裁的影响，尤其是在预算和地方经济方面。他补充道，俄罗斯决定延续战争，实际上是在自毁经济潜力，并强调乌克兰与其国际合作伙伴的联合行动正在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乌克兰通讯社的报道，泽连斯基签署的第554号法令对俄罗斯、中国、亚塞拜然、伊朗和印度等8国公民，以及香港、阿联酋、新加坡、毛里求斯、土耳其等45家公司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同时，第555号法令对45名俄罗斯公民及50家俄罗斯公司实施了进一步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当局试图重启上个月遭美军空袭的核设施，他将下令再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展开攻击。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苏格兰登拜里 Turnberry 与英国首相施凯尔会谈时，对伊朗发出这一警告。尽管伊朗核设施在上个月遭到美军轰炸，但伊朗政府坚称，他们不会放弃铀浓缩活动，并否认有意发展核武器。川普表示，伊朗一直在发出令人不悦的信号，任何尝试重启核计划的举动都将遭到迅速摧毁。他补充道，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核能力。如果他们试图重启，我们会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将其摧毁。上个月，美国空袭了伊朗的3个核设施，华盛顿称这些设施与伊朗发展核武器有关，而德黑兰则坚称其核计划只是为了民用目的。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3年半，俄罗斯的军事攻势看似持续不断，然而其内部却早已显现疲态。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巨大，但却难以对外公布。据俄罗斯独立媒体 iStories 7月28日报道，俄罗斯军方已习惯将阵亡和失踪的士兵归类为逃兵，以此隐瞒真实的战争损失，并规避对死者家属的慰抚金支付。iStories 报道指出，标记失踪士兵为逃兵，一方面掩盖了俄罗斯战场上的真实伤亡数据，另一方面也能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因为这类士兵的家属无法获得常规的社会补偿金。俄罗斯自战争初期就未公开具体的伤亡人数，而是通过估算来了解对方的损失。比如，乌克兰官方曾表示，俄罗斯在全面战争中已损失超过100万人。然而，俄罗斯在战争初期也曾估算乌克兰的伤亡情况，但后来不再发布相关数据。iStories 的调查还发现，俄罗斯至少在11个地区和25个部队中存在伪造士兵失踪记录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军方声称士兵在执行任务时失踪，实际上却是阵亡。甚至有个例子，一名已确认阵亡的士兵办完葬礼后仍被标记为逃兵。根据俄罗斯独立新闻网站 Mediazona 的报道，今年1月至6月，俄罗斯军方的军事法庭已处理了超过 2.6 万起失踪或死亡案件，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案件总数。与此同时，独立的开源情报分析组织 Frontelligence Insight 报告显示，2024年约有 5.05 万名俄罗斯士兵被记录为逃兵，并被控逃避兵役。在与 BBC 俄语部的合作报道中， Mediazona 进一步确认，约有12万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战斗中阵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7月28日报告，俄罗斯的整体伤亡人数，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已超过105万。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